有人天生就是反派吗？海贼世界里的正义到底是什么？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主角团一路高歌猛进、热血激昂的冒险旅程时，总会不自觉地忽略掉那些如今邪恶到足以危及大海的黑暗，曾几何时也是透过缝隙里的光亮艰难求存的小小灵魂。大家好，我是朱爱笨。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：海贼王里没有绝对的反派。如果仅从立场角度来解释，未免太过俗套简单。一个人行动的真正动机，往往来源自内心最深处的渴望，因为渴望得到什么，所以就那么去做了。这是一种特别随意，甚至可以说是任性的想法，在现实中也经常因为不实际、阻碍重重而无法实现。但是所谓的自由，很多时候就是这种可以不计后果、无需顾虑太多的去追求自己内心所想。这种看起来离经叛道的精神，却与海贼文化高度契合。尾田亲自填词的《海贼之歌》，宾克斯的美酒就很好诠释了这种精神。像海风随心所欲，乘风破浪，我们海贼劈波斩浪，枕着波涛，家就在船上。用自由翻涌的海浪来比喻随遇而安的海贼，其实也是对现实中海贼的一种艺术加工。这伙人靠海吃海，想要生存下去，全靠非法手段。但在二次元的世界里，尾田构建了名为伟大航路的斑斓舞台，就像一个开放世界游戏，模糊了法与规的边界，给了海贼们更多生存下去的方式。我们才得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角色以及他们的渴望。喜欢甜食的 Big Mom 可以为了甜食拒绝财宝，也可以为了甜食毁灭一个国家。珍视家人的白胡子可以为了拯救家人赌上自己的全部，将家人看得比 One Piece 更加宝贵。海贼王里没有绝对的反派，因为胜者才是正义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正义，无数人的无数选择，最终汇集成了这片波澜壮阔的大海。而那海水拍打时代激起的晶莹浪花，又闪烁着每一个人曾经的光亮。纵然是那些大奸大恶之人，在他们走向毁灭的过程里，也有一点点令人扼腕又回味无穷的往日记忆。我想聊聊海贼多弗朗明哥和凯多。和很多后来成为海贼天天刀口舔血的人相比，明哥本可以拥有另一种人生。出身天龙人，含着金钥匙长大，因为父亲的一个决定，失去贵族身份，从此落入凡尘。很快他们就遭到世间积攒了数百年的怒火反噬，生来第一次感到疼痛，生来第一次感到饥饿。没有了光环之后，他们不仅是凡人，更是罪人，替祖辈和同胞们偿还着罪孽。最终母亲因病逝世，一家人被绑在高墙，面对着残酷的处刑。父亲的哀求，弟弟的哭喊与人群的嘶吼，唤醒了多弗朗明哥内心最深处的疯狂。魔鬼张开獠牙，在绝望和悲愤中，他觉醒了霸王色霸气，并发下誓言，一定要活下去，并将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全部虐杀殆尽。也许人最痛苦的事情，不是从来没有得到过，而是得到后又重新失去，再也找不回来。多弗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罪魁祸首的父亲，他从托雷波尔纳得到了凶器，在弟弟面前无情扣下扳机。他最后一次天真是将父亲的人头带回玛丽乔亚，试图换回自己和弟弟的贵族身份，却差点死在圣地。奇迹般归来后，多弗彻底看清了这个世界，他要毁掉天龙人的王座，将他们拉下神坛。身世培育出他的疯狂，命运召唤出他的愤怒。他要化身无坚不摧的夜叉，毁灭一切，操纵一切。堂吉诃德家族诞生的那一天，4名凶恶海贼向一名孩童跪倒，那分镜就像吴老星向姨母跪拜的翻版。另一位王的野心正在急剧膨胀。多弗朗明哥童年经历的一切，让他平等地痛恨着这个世界，因为自己也曾想毁灭一切。所以当小特拉法尔加罗出现在面前，表达了相似的想法时，他对这个小孩也开始有了兴趣，甚至特地找来了一本介绍白之阵、富列凡斯的书，想要了解罗的过去，却不知不觉睡着，在噩梦中重新经历了当年的痛苦，猛然惊醒，汗如雨下。漫画中，尾田将明哥和罗两段回忆放在一起，插叙进行，其实也是在表达这两人的童年经历有着同样的悲剧内核。富列凡斯因为博铅矿而富有，也因为他走向灭亡，经历人间惨剧。这种得到又失去，从天堂掉入地狱，被全世界抛弃的痛苦，是多弗朗明哥和特拉法尔加罗最强烈的共鸣。大家可能会好奇，与多弗经历相同的弟弟罗西南迪为什么没有变成魔鬼呢？我想是因为他遇见了战国。漫画中对这段故事刻画极少，而且很碎片，只知道某一天战国遇见了罗西南迪，以为他是孤儿，就把他带回了海军，并一直视如己出。天性诚实且富有正义感的罗西南迪遇见了最合适的老师，最爱他的亲人。罗西南迪代号小米果，战国代号大仙贝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他们就是父子。当战国听到罗西南迪的死讯后，一个人暗自痛哭，又在多年退休后，特地来到德雷斯罗萨，想要得知他当年的真相。他没有对罗出手，理由有很多，但最重要一个原因，还是因为罗是罗西南迪用生命换回来的新生。战国对罗西南迪的爱，让他超越了海军传奇的立场。也许那时候他才真正明白抵抗战争的卡普。战国拯救了罗西南迪，多年后，罗西南迪又拯救了罗。一开始他只是看到罗身上如同自己哥哥儿时的恐怖阴影，随着对罗的了解，他才真正触及罗内心的痛苦，决定不顾一切拯救这个少年。克拉松这个名字取自西班牙语，意为心脏。心这个元素在整个德雷斯罗萨篇有许多戏份，比如堂吉诃德家族4大干部之一的红心，又比如手术果实的形状就像一颗心。这个元素既代表着生命，也代表着爱。罗西南迪、特拉法尔加罗和多弗朗明哥3个人分别象征着牺牲、救赎和毁灭。
3个人起点相似，结局却完全不同。尾田刻画了一场在残酷命运中挣扎的求生之道，而爱是导致不同选择的关键钥匙。克拉松用自己全部的爱给了罗新的人生，而豆腐朗明哥在经历了种种痛苦之后，已放弃了所有情感，笃信胜者才是正义。表面上他将家人视为最宝贵的事物，然而为了自己的目的，也可以毫不犹豫让家人去死。罗西南迪是这样，莫奈也是这样。在路飞的最后对决里，他自比为神，使用了名为神诛杀的最强招式。其实，在他内心深处，一样没有忘记童年被夺走的一切。他偏执的想要再次成为神，掌控所有。那时候也就不用再惧怕任何背叛了。这个扭曲的世界诞生了豆腐朗明哥这样的怪物，也注定了当新的时代到来时，他们将同旧秩序一起被驱逐。和豆腐朗明哥相比，凯多是另一种人生。10岁时就已经是沃卡王国最强的战士，但他的奋战并没有给这片土地带来和平。为了抢到足够的钱来交天上金，沃卡王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。如果停下战争，就会陷入更惨烈的战争。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荒谬，凯多无法理解为什么所有人都必须顺从天龙人。他还没来得及想明白这个问题，就被自己的国家出卖了。作为政治交易，他将成为一名海军，为天龙人的世界而战。命运开了个巨大的玩笑，他曾经为了反抗这个世界而战，现在却要加入这个世界。无家可归的凯多选择了反抗到底，于是就有了个好玩的桥段。凯多每次只要肚子饿，就会故意被海军抓走，吃饱后又再次越狱，直接把监狱船当成了食堂。在被自己的故乡背叛后，凯多只是纯粹的想要活下去，但是吃饱饭这个朴素的愿望，也不仅仅是凯多才有，乱世中的无数孤儿也是如此。这其中的代表就是整个和之国篇最让人动容的角色——九里便利村的小玉，一个1年只有在生日那天才能勉强吃上一碗米饭的小孩。而在和之国，这样的小孩到处都是，他们的父母在多年以前就被百兽海集团抓走，在劳役中死去。就像小玉为了活下去，在腊月寒冬走上街头，兜售自己编织的斗笠。镇上到处都是头顶破烂斗笠的人们，然而大家早就没钱去买一顶新的斗笠了。就在小玉最绝望的时候，遇到了后来的师傅天狗上飞彻，侥幸活了下去。还有更多小孩没有小玉这么幸运。在饥饿中长大的小玉，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能吃饱饭。她坚信那个预言，一直将自己伪装得很坚强，直到遇到艾斯，那个火焰般温暖的哥哥，立下约定，要将这个国家变成一个每天都能吃饱饭的地方。虽然最终艾斯没能实现约定，但继承了他意志的路飞也来到了和之国。小玉的第一次破防，就是当路飞在他面前说出了和艾斯一样的话时，而第2次破防，则是在鬼岛决战结束的那一刻，他终于可以卸下所有沉重，扑进娜美怀里痛哭。尾田暗戳戳地刻画了小玉和凯多2段童年经历，这2个看起来差距巨大的角色，实际上最初的境遇、最初的愿望都差不多，只是想吃饱饭活下去。但区别在于，小玉选择了希望，而凯多则对世界完全绝望。他要破坏掉这个世界的秩序，创造一个暴力的世界。于是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海贼世界里，凯多找到了自己的活法。这世间的诸多问题，终究是靠武力解决。就用黑汤牧场的评价，凯多就是武力的化身。而当他拥有更多武力，野心也随之膨胀。他要把那些自诩贵族、沉溺于安乐的家伙们，通通拉到战场，用战争来决定每个人的价值。在凯多看来，战场才是真正的平等和自由。这里没有特权，只有武力。想活下去，就只能赌上性命。暴力的世界催生了凯多这样的怪物。凯多又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的暴力，不战斗就会失去人权，这是烙刻在凯多童年的印记。但这本不是世界该有的样子，更不是真正的平等和自由。强者的胜利总是建立在被剥夺的弱者身上，而凯多只是刚好是那个强者。然而强弱并非永恒，凯多有没有想过自己哪一天也会被人击败呢？答案其实已经藏在了漫画细节中。当镜被索隆击败时，曾回忆起与凯多的某次交谈，镜一直觉得凯多将会成为乔伊波伊，并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。凯多则反问镜，不知道自己想创造的世界会不会是他想要的。镜虽然没有正面回答，却暗示了露娜里亚一族对乔伊波伊有某种期待，他们相信乔伊波伊会改变这个旧的世界。这段回忆杀并没有结束，后来凯多被路飞击败时，又补上了下半部分。凯多本人并不觉得自己是乔伊波伊，他反而认为，如果有谁能够打败自己，那他就会是乔伊波伊。在之后的漫长时间里，他甚至对前来挑战自己的人抱着一种奇怪的期待。在第2次把路飞击败丢下大海时，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：“你也没能成为乔伊波伊啊。”这番言语，我们看不到胜利的喜悦，倒是有种淡淡的遗憾。这种遗憾来自强者的寂寞。凯多虽然追求胜利，却也期待对手。当年与玉田的决战，最后光月玉田因为黑汤牧场的伎俩而分心，被凯多击败。凯多虽然赢了，但同样一脸惊愕，随后就把黑汤牧场杀了。也许对于凯多而言，一场有尊严的战斗比结果更加重要。凯多既想知道自己的极限，也想知道对方的极限。他似乎在期待有人能够超越他，就像后来与路飞的对决，第一次被路飞击倒，从惊讶到感叹，从那领草帽身上看到了过去那些强者的身影。凯多是笑着站起来的。第2次被路飞击倒，看着刚刚觉醒的霸王色缠绕的小鬼笑得那么开心，凯多开始从他身上看出了乔伊波伊的感觉。第3次被路飞击倒，2个人都是大笑着重新站起，开始沉浸在对决中。而当路飞终于看起来可以和他旗鼓相当时，
凯多甚至在战场上直接大喝起来，来庆祝这快活的一天。随后两人用各自最强招式尽情享受这场战斗，直到被 CP9 的老六横插一脚，路飞躲闪不及，正中杀招。凯多又回忆起了当年遇甜的那一幕，眼神中透露着难以掩饰的失望，仿佛输的人是他自己。回顾整场战斗，凯多对路飞一直有种隐隐的欣赏之情，直到最后的最后，两人用必杀决胜。都到了生死关头，凯多却问了路飞一个奇怪的问题：你觉得你能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？路飞的回答是：一个能让朋友吃上饱饭的世界。这个朴实的愿望好像瞬间将一切拉回到当年的海军食堂。路飞做出了自己的回答，也给了凯多不曾想过的另一种选择。凯多在坠入大地的那一刻，想起了镜，想起了乔伊波伊，想起了那个理想中的世界。如果说自己已经注定要被新时代取代，那么当他被击败的那一刻，会不会也有了某种期待呢？当某个人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超越自己时，是不是也能改变这个世界呢？我天给内话起的标题就是理想的世界。这个新的世界既是小玉期待中的，也是某个少年曾经期待过的。聊了这么多，也许大家对海贼王中这些反派角色的塑造会有一些新的理解。所谓反派角色的魅力，绝不是因为他们的力量有多强大，也不是来自立场转变或是偶尔的洗白行为。真正的魅力应该来自于人物厚度。一个有血有肉的角色，必然有他们所经历的故事、变化的思想和成长的过程。从一张白纸到不可救药的混蛋，从来就不是一日之寒。一个人物身上折射出来的，很多时候是某一类现实的问题。如何看待这些问题，思考这些问题的对策，如何阻止下一个反派诞生，这是读者可能从作品里得到的体验之一。而所谓的魅力，也就来自于对一个人物、一段故事的反复推敲中，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，带来不同的理解，也是我们内心想法的映照。我是作业本，还有哪个反派角色是你很感兴趣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。我们下期见啦！